台積電我覺得大家很關心，但是我覺得心態可能要稍微修正一下，不要覺得我抱着就會賺大錢。有3個前兆，第一個前兆就是這個時候就要特別的小心，所以千萬不要看到台積電數字好像還不錯就跳上去。今天我們下班經濟學邀請到的是我們的財經專家溫建勳老師，老師你好。老師好，這金哥好，還有主持人你好。台積電这一次的这个營收報告裡面它是4675億，現在大家就覺得說，哎，它好像 AI 的發展真的有這麼好嗎？那種疑慮已經出現了。接下來我們要看怎麼樣看台積電的營運，然後投資人應該怎麼處理？台積電剛才講說，好像營收看起來很好，但其實，在機構法人裡面，大家就 in line 差不多的一個數字，所以不要太興奮哦。特別是現在指數呢，從38000多，已經彈了大概7、8千點起來，好，已經指數到了深水區，所以千萬不要看到台積電數字好像還不錯，就跳上去。因為我觀察了很多周邊台積電買進的朋友，他們賺大錢的樣態大概只有4種，只有4種，好。大家看有沒有符合？好，那第一個呢，就是長期持有的人在台積電才會賺到大錢。我有一個朋友最近遇到一個神人，他台積電的平均成本才多少錢？低於50元。哇，這麼低，真的是神人呢！就是真的神人，就每天當一個貴婦一樣。我說你怎麼會擺到這麼久啊？我就忘記了呀，忘記了，忘記了就不小心就吃了20幾年哈，這是第一種。那第二種本身就很有錢，我錢就放在那邊，就像剛剛那貴婦一樣，就放在那邊。那因為呢，講說現在買晶圓代工有兩類嘛，一類就是我看好台積電這一掛的，另外一類呢就是英特爾跟這個聯電這一掛的。好，所以這本身有錢。那第3種呢，就是我的期望報酬比較低，我沒有買那種爆發股的，我1年10%、20%我就很開心，加上我本身又有錢，所以就這種複利的效果就慢慢起來。那第4個故事呢，低成本取得股票，哲興哥你會問，哎，哪有低成本可以取得？我也要當低成本。對，好。例如說你是高階員工嘛，像最近有一個台積電的這個以前是副董事長，這個曾凡成。曾凡成他就把台積電的股票贈給他老婆，一贈就贈了幾千張。以上這4種，我都是在台積電裡面看到賺大錢的人。台積電我覺得大家很關心，但是我覺得心態可能要稍微修正一下，不要覺得我抱着就會賺大錢。這樣聽完老師講，覺得好像離神人很遙遠，真的超級遙遠，好像沒有辦法。老師，那我記得之前你有講過，說台積電只要漲停，就是必有大事哦。那回顧一下7月31號這一天，是它史上第3次的攻上漲停。那你覺得當時市場在反映什麼呢？好，先回到這個台積電漲停，在2015年的時候，台灣的股票市場的漲跌幅從7%增加到10%。2015年以前漲停是7%了，那個時候台積電漲停有非常多次，我們就不記。那只是統計出來一個很有趣的，從2015年到現在，台積總共只有漲停3次哦，所以非常少嘛。對啊，那所以我們就稍微梳爬了一下，發現這3次之後的影響其實都很大。比如說第一次漲停的時候是在2020年的時候，那個時候呢是英特爾他宣布，我的先進製程要委外代工給台積電，那個時候台積跟英特爾兩個是幾乎是一半一半，沒想到就英特爾就類似有點宣布投降，所以它就是台積電跳空漲停，隔年之後漲幅大概60% 左右，那個時候也從400多塊一路跳到600-700塊錢。那再來呢是2025年，就去年啦，去年台積電有漲停過。你還記得是什麼事情嗎？4月10號。4月10號就關稅嗎？對，關稅大跌之後，然後後來美國政府宣布暫緩，歡聲雷動800多塊，說歡聲雷動之前也是從1200、1300跌到800多塊，但此後就開啟了很長的一個波度的這個漲幅。是，然後7月31號，那當然就是亞洲的去槓桿整理完畢之後的一個反彈，就確實從那天7月31號反彈到今天錄影的8月17號，就一路也是漲了7-8千點，所以希望說台積電的這次漲停啊，能夠開啟一波的這個漲勢。不過話也講回來，你看第2次跟第3次的漲停，其實都是用很多血淚所換來的。這一次台積在漲停之前，它的融資融券是大幅清洗了500多億，有500多億的錢是等不到台積電的漲停這一天。所以台積漲停必有大事，希望第3次能夠比照前例，然後幫台股能夠衝到一個更令人想不到的地步。是，我們講說外資對台積電怎麼估，雖然很多朋友可能都已經大概有概念，但是我幫大家再複習一下。
團隊最近給哲青看了一個數字，我覺得相當的驚人哦，超過70%的你其實還沒有按訂閱。如果你一直有在收看，也喜歡我們節目的話，現在我們來按下訂閱吧。按下訂閱對你來說是免費的，但對整個下班經濟學團隊來說，有你的支持跟訂閱是這個節目能不能繼續做下去、做得更好的重要關鍵。今年外資大概平均是估大概100塊錢左右的 EPS，那明年的話是估大概140塊左右，138到145。那2028年是180到195，所以26年、27、28年講說2年拼翻倍，就是大概是這個意思。是，所以如果你對它有信心，你可能就是把它抱長一些哈，越跌越買，大跌大買，然後抱了長期持有，這大概是一個比較合理的買進的方法。是，但什麼時候買進？大家覺得就是說，好像大家隨時買都好像都是高點，然後賣的時候隨时感覺都是低點。你講得好，買趨勢對的時候，今日的高點就明日的低點。那如果買錯方向，就是今日的低點就是明日的高点。好，所以趨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那我們剛才講說台積電是不是無懈可擊？當然也不是，它的資本支出很高。藍色線是台積電的資本支出，其他是別家公司的，譬如說三星的資本支出啦，那還有這個中國大陸的一些資本支出，還有聯電資本支出。其實你看相距是不是很大一度？所以在資本支出裡面，台積電等於是一個人的武林，沒有對手。半導體是這樣子啦，半導體是一個資本密集的行業，你錢砸下去了，理論上良率會起來，先進製程會起來，好，後面 EPS 理論上會開出來，但同時的折舊是不是也會變多？所以毛利率就會想象中不如預期。第三季就是本來是66%哈，它的法說的中間值，但比第二季會下來一些，但是長期來講，它還可以用漲價去做因應，所以它會容易變成空方借題發揮的破口。但是台積電，我覺得任何的利空啦，只要有風吹草動來的話，我覺得大跌大買只是一個，我覺得知道很容易，但是下手很困難。一跌的時候就想說会不會再低一點，對不对？可是在過了那個風口之後，馬上就上去了。沒有錯。對啊。好，所以分批買進，好，遇到利空去買，我覺得這應該是一個大家可以接受的事情。是老師，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鴻海哦，鴻海7月的營收突破了9000億，也是很亮眼。但是法說會之後隔天，這個股價就不漲反跌，那你覺得原因是什麼呢？鴻海毫無質疑是一個組裝界的王者，但是王者會不會大家成為股王呢？不會。你有沒有發現，營收最大通常不會是股王啊？股王通常是最會賺或毛利率最高，或有特別的這個專利或某方面的這個市占率最高，像信華啊，對。鴻海呢，它的營收很大，它就是一個大型的恐龍，但是問題是它的毛利率會出現一些比較大的壓力。它第一季的毛利率還有大概6.2%，那可是第二季毛利率只有6.1%，做得很大，但是毛利率比較小，那第二季又更小。大家又知道輝達在整個毛利率最近有在做一些壓縮，所以它在產業上就會有點承壓。誠然，我們講說它真的是王者嘛，這個是每一個月各個公司出貨這個 B200、B300 的這個櫃數，你看到這下面是鴻海，它是不是在整個產業就幾乎是賺一半？對。然後第二名是大概廣達，然後再來是緯創。所以它確實是王者，但是毛利率來看真的是比較有壓力。那今年鴻海大概可以賺多少錢？高盛把它抓，今年大概是賺19塊。所以現在其實本益比不高，現在250塊，本益比大概只吹在13、14倍，本益比不高。但是我明年會比較趨緩一點，就是 EPS 從19到22。我個人覺得它是個值得尊敬的對象，但是我比較會買零組件，因為在這個裡面組裝裡面，它的表現、股價表現或者是毛利表現會不如零組件，去買被動的部分呢，也不如主動去尋找這些毛利更高啦、成長性更好啦。各位看一下 EPS， 看起來鴻海很厲害，從去年的13到今年19，但其實很多零組件
漲得更多。對，那才是我覺得我應該去追的標的。像這些，無論是鴻海還是台積電，它其實它到最後最主要是受惠於 AI 嘛。对。那前幾天我看那個 CBS 的時候，我那個新聞我覺得很特別，就是黃仁勳跟這個這銀行的龍頭們，然後在電視上等於是一個公開的宣示，融資5000億，對啊。對。然後他強調，就是 AI 的剛性需求裡面，它是需要資本投入的。可是呢，當然我後來看到下面有很多的評論家說，這會不會是循環融資，然後引發泡沫？其實大家有這樣子的擔憂嘛？對。建鈞哥你怎麼看？我覺得先肯定一下一件事情，就是算力變成資產。黃仁勳常常講說，這個很多 GDP 是靠 AI 起來的，那只是講大家沒有什麼實際上的概念。台灣人大概有，我們去買房子會有房貸嘛，那是因為房子本身它就是一個看得到的東西。對，但是算力呢，沒想到它也可以去貸款，所以那是不是那就是一個很值錢？我都沒有想到這件事情。它就是國際認證值錢的資產，就是算力。所以正面來看，當然就這樣解讀。那當然，黃仁勳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？因為他解決輝達所有的痛點。輝達的痛點是什麼？是賣很貴，所以客戶是不是就不容易有錢？那現在黃仁勳跟你講說，沒關係，我跟你講，那邊可以借錢吶，你趕快去買。輝達第二個痛點呢，就是他要求這個每一個世代都很滾動的很快 ，B200、B300啊，然後這個 Rubin Ultra， 每一代每年就這樣換，就像我買車子，通常幾年才一個大改款。對呀、啊，所以你這種有這個可以價值的東西，不會每年這麼一直更換哈，然後又很貴，他讓他的客戶可以想辦法可以籌資籌到錢，那滾動很快的新舊交替也不要怕，都有錢，而且折舊也不要怕，好，所以這件事情是解決了輝達的事情，那讓整個 AI 的生態體系又多了一個金流進來，它是不是生態系都更加多元？對，那當然就會有泡沫的問題。這一步我覺得是要小心的，但是初步來講，我個人覺得是加分的，而且對台灣是更加分的。好，因為當大家越來越有錢，他的客戶越來越有錢，可以買算力的時候，算力大概有40%到50%訂單是下到台灣來的。所以台灣的為什麼你看到 GDP 這麼好？我們的 GDP 已經創下39年來的新高了。我們才幾歲？我們當然沒有低於39歲，所以上次 GDP 有大概11%左右的時候是1988年、87年的時候，所以泡沫化當然要提防，但是呢，我覺得短期之內，今年看起來還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。是老師，那你覺得輝達做這件事情對台灣的 AI 供應鏈還會有什麼其他的影響嗎？初步來講，當然是好的，對，因為它的餅就做大了。哦，你剛剛看我們房市為什麼這一波新青安？就是房市會比較低迷，就是因為央行把一些金流限制住了嘛。那現在輝達等於是我自己做央行，我自己做莊，我把很多錢引進來，那所以是不是市場就活絡了？那活絡了之後呢，台灣在整個供應鏈當然佔了40%、50%的市值，所以那些錢就會多數的流到台灣來。所以在26年、27年，看起來這整個產業的需求真的是蓬勃發展。你也要講說分配的不平均，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了。但是現在 AI 就真的是好到不行，好到一個爆炸。老師，那回到這個台股大盤的部分哦，現在是 V 轉嘛，從39000現在已經 V 轉到46000、45000，那你怎麼看這個反彈呢？會繼續往上嗎？還是你覺得已經到這個反彈波的尾端了？我總是說福兮禍所依，禍兮福所依哈。我個人覺得你46000，你談到44000賣掉，我覺得已經是很厲害了。我個人大概也是4萬多，也45000左右，就先稍微短出一下子。我個人認為，其實是已經到了一個深水區了哈。現在的時間是半年報陸續要公布，KY 公司可以到更後。那跟大家 update 一下最新的訊息，就是很多的機構現在都在上修台灣的企業獲利，因為第二季財報陸續都出來，光是0050啊。今年就可以賺進那個5兆新台幣這麼多，這個是一直被上修上去的。然後你看第二季的單季上半年整個上市櫃就已經到3.65兆，這個是上修，因為大家估沒有這麼多，然後年增116%，也就是說整個上市櫃平均啊，你今年上半年的獲利要比去年多1倍啊，才有平均值。
當然很多是被台積電拉上去的，對，但是平均數字就是這麼看。然後你再看右邊有這麼多公司的上半年的 EPS 居然是3位數。包含還有最近很紅的這個川湖，以前我們小時候都覺得 EPS 10塊都已經很難了。對呀、啊，10倍，還有187是怎麼一回事？對，而且是上半年哈，這樣第10名的祥碩也有52塊錢哈，所以台股說，我個人認為5萬點它應該只是個時間問題，它不會是一個會不會到的問題，它應該只是什麼時間到的問題。也許不是在第4季，也許在明年第1季，它總是會到。因為基本面就反映的就是真的是這麼的好，這不是無稽之談，這 GDP 獲利年增都反映這個東西，所以我認為覺得大盤也許會上，但是最近要稍微震盪休息一下，應該是健康的嘛，健康才走得遠，所以我覺得 selective 就是要選擇強勢股，這件事情比較重要，特別是9月來講，變數其實蠻多的，家長是9月份就要開學，但是在股票裡面呢，9月份。最大的事情是9月17、18 FOMC 要開會。個人情感，我覺得或許總是要聽一下川普的意見嘛，哈。但是呢，他現在所有的總計數據又好像不允許，所以現在市場壓住，就是說升息的幾率是突破50%的。這個時候如果升息的話，殺傷力是大的。所以各位不敢壓的朋友，或者是看不懂的，其實9月休息一下，我覺得也是好的。那再來。9月的川習會，而且是習近平在2015年一次首度的赴美國。大國之間是這樣子啦，一定是好來好往，好好的握手，好好的拍照。但是在談判前都幕僚作業，最怕什麼？互相放話。你戳我一下，我弄你一下，好，就是所以很怕就是8月中下旬會不會有幕僚的放話，這是比較擔心。所以這2個可以說是9月的關鍵指標，這樣。對。如果出現哪一些指標的話，投資人可以做避險減碼。好，我個人有時候看指標，我比較喜歡看事件本身，而不是看指數點位或線型，這個比較跟我過去所學的比較不一樣。好，一件事情的發生，它必然有徵兆。比如說美債殖利率現在已經在5.3% 左右，一陣子。你會說，美債沒差啦，現在美債在高檔，但美股也在高檔啊。但是按照歷史的經驗，我仍然相信這種總經就是這樣，利率在持續往上的時候是不利於這個股市的，不利於 PE 的，因為錢會跑到債市裡面去避險。好，所以不宜再高。再來 CDS 的違約風險，之前的這個 OpenAI 跟甲骨文的 CDS 違約風險是比較高的，這不宜再創高。再來就是 CSP 的籌資狀況。我們剛才講的，市場在7、8月比較擔心的就是 Google 的現金流變負嘛，那大家籌資會有困難嘛。好，所以籌資困難會有一些什麼徵兆？利率變高，然後本來我要籌100塊錢，我只能籌到70塊錢，這些都是徵兆。但現在剛才講的黃仁勳解決這個困難，籌資的情況看起來可以稍微緩解，但是你要看它的籌資利率。也不應該再一直在往上走，所以股市下跌的這個3大減碼指標，我覺得各位還是要記在腦袋裡，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發生。所以台股如果受影響的話，就是不會是本土的因素，一定是從太平洋的另外一端吹過來的。對，但是問題是，台灣、美國現在在總經是越來越綁得越來越緊嘛。你的品牌廠不好，我的代工廠當然就不會好。這股市聯動其實非常的密切的。是老師，那如果面對這個接下來的行情啊，你有沒有比較看好哪一些的題材或是族群？如果說呢要挑，比如說1到2檔有防禦力，然後又有成長性的黑馬股，你會怎麼挑？剛才講說台積電它未來還有13座的晶圓廠要蓋，台灣、美國還有日本，所以晶圓廠我最近特別去跟這些廠務的上市公司做了一些調研，就他們已經覺得說。明年真的是好到爆炸，就是今年已經很好了，那好到爆炸，明年可以更好。哎呦，对，所以因為基礎建設嘛，水電化氣，一個廠裡面至少要有水嘛，要有電嘛，要有化學，要有氣體嘛，再走你這個廠務才能夠，當然還有個自動化，所以相關的供應鏈我覺得都會不錯。廠務的工程好像是有漢唐、龐圈、陽基，那再來是製程的設備的話，有宏碩、嘉登、星雲、萬潤，萬潤最近外資也喊得很兇，包括和材料的提升，沈陽半跟中砂，這是2奈米的概念股，那還有先進封裝這個智勝、君華、君豪、
碩，所以我覺得都是不錯。那在右邊來講的話，這個是我覺得野村他前一陣子的報告蠻好的。灰色是晶圓廠在國內的數量，這個粉紅色是這個在國外，它國內國外都幫你分好了。是，所以在26年有這麼多晶圓廠要蓋，27、28年看起來還有5座要蓋，還有29年，所以相關的供應鏈我覺得是蠻好的。那在電裡面來講的話，最近我看外資報告有多一個蠻有趣的事情，他把電力基礎設施如何分配也納入 AI 算力裡面很重要的一環。不然你有算力沒有電，對你也是什麼都白搭。所以高力的話，我個人覺得它有 AI 電力跟1人的商機，那可以稍微關注一下。這個是富邦給他估的這個 EPS， 大家也可以稍微參考。總之，我覺得水電、化學、氣體這些在台積電裡面應該都可以共好。台積電可以不要漲這麼多了，但是呢，供應鏈都雞犬升天。老師，那現在市場高檔震盪嘛，然後題材輪動又非常的快，你會怎麼建議散戶投資人要做好風險管理呢？我覺得講教條大家覺得聽得很無聊，我講一些有趣的事情。今天聽完之後，我就覺得就是瓊芳那個你離貴婦又更進一步。對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再撐久一點。對，謝謝建議哥，謝謝。謝謝。